欢迎订阅时事快线。我们每日提供最新资讯，以简明扼要的方式为您呈现全球重要资讯。每天10分钟，了解天下事。下边是详细内容。星际彗星3I Atlas 释放水，为生命的宇宙旅行提供线索。据印度经济时报报道，天文学家首次在星际彗星3I Atlas 上探测到水的化学指纹。这颗来自太阳系外的神秘访客于2025年7月1日被智利的 Atlas 望远镜发现，成为人类发现的第3颗星际天体。美国奥本大学研究团队利用 NASA 斯威夫特天文台的紫外望远镜，在7月31日至8月1日的观测中，成功捕捉到羟基分子的光谱信号，这正是水释放的直接证据。更令人震惊的是，这颗彗星在距离太阳近3倍地球轨道的远距离上就开始释放水蒸气，展现出与太阳系彗星截然不同的活跃特性。对比2019年发现的第2颗星际彗星2I Borisov， 科学家发现两者都携带着水和氰化物等生命基础物质，这为生命种子在星际间传播的理论提供了关键实证。这一发现会对我们理解生命起源产生什么颠覆性影响？天体生物学家指出，如果星际彗星普遍携带水和有机物，意味着生命的化学基础可能在不同恒星系统间流动。地球生命或许并非孤立演化，而是宇宙生命网络的一部分。印度用人民币支付俄罗斯石油。据今日商业报道，印度国有炼油企业近期开始使用人民币支付俄罗斯石油货款，标志着全球能源贸易去美元化的重大突破。路透社10月7日独家披露，印度最大炼油商印度石油公司已用人民币完成2到3批俄油结算。知情人士透露，俄罗斯石油贸易商此前允许使用人民币、迪拉姆和美元支付，但因只有人民币能直接兑换卢布，现在开始要求买家统一使用人民币以简化流程。2025年上半年，俄罗斯每天向印度供应175至180万桶原油，占印度进口量的35%到40%，每桶68.9美元的俄油比沙特便宜近10美元。印度每年可节省约170亿美元。西方对俄制裁改变了全球石油流向，印度在美国施压下仍坚持大量采购俄油，如今在中印关系回暖背景下转用人民币结算，凸显其在大国博弈中的务实策略。这会对美元在国际能源贸易中的霸权地位造成多大冲击？国际金融专家认为，当全球第3大石油进口国改用人民币结算其1/3的石油进口，加上俄罗斯这个能源大国的配合，将加速石油美元体系的解体，重塑全球货币格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可能比预期提前5到10年。德国内阁批准击落威胁性无人机的法律。据战区杂志报道，德国内阁10月8日批准一项反无人机法案，正式授权警方击落侵犯领空的威胁性无人机。这项等待议会批准的新法明确规定，警方可采用激光干扰、信号阻断甚至直接射击等手段击落构成急性威胁或严重危害的无人机。德国总理默茨强硬表态，德国绝不允许无人机恐怖继续蔓延。新法将建立3级防御体系，警方负责低空树梢高度的无人机拦截，军方处理高风险大型无人机，并成立联邦宇宙联合无人机防御中心统筹指挥。触发这次立法的直接导火索是上周慕尼黑机场因可疑无人机入侵被迫停飞数小时，上千名乘客滞留。德国航空管制数据显示，2025年前9个月已发生172起无人机干扰空中交通事件，相比2024年同期的129起和2023年的121起呈加速上升趋势。欧洲多国领导人将这些黑飞事件归咎于俄罗斯发动的混合战争，这会对欧洲空域安全格局和俄欧对抗态势产生什么连锁反应？军事分析家认为，德国此举将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促使更多欧洲国家通过类似立法，标志着欧洲从被动防御转向主动打击的战略转变。俄欧对抗可能从经济制裁升级到准军事对抗的灰色地带，欧洲天空正在成为新的冷战前线。CAA 对 OpenAI 的 Sora 2视频模型和知识产权表示担忧。据综艺杂志报道，好莱坞顶级经纪公司 CAA 于10月8日发表强硬声明，
猛烈抨击 OpenAI 的 Sora 2视频生成模型公然无视创作者权利，将客户的知识产权置于严重风险之中。CAA 代表着多利卡特、斯嘉丽·约翰逊和汤姆·汉克斯等顶级艺人，声明直指 OpenAI 一意孤行的无视补偿这一基本权利。风暴源于 OpenAI 10月1日发布的 Sora 2允许用户利用受版权保护的角色生成视频内容。平台充斥着从宫崎骏动画到迪士尼公主的各类侵权内容。美国电影协会同样发声要求 OpenAI 必须停止侵权行为。面对行业集体围剿， OpenAI CEO 奥特曼10月3日被迫宣布政策逆转，承诺将让版权持有者决定其角色能否被生成，并为授权者提供收益分成。然而 CAA 对这一亡羊补牢的举措并不买账，坚持认为从一开始就应该征得授权，而非事后补救。这场冲突暴露了 AI 训练数据使用的根本矛盾。OpenAI 视 Sora 2为通往通用人工智能的阶梯，好莱坞却将其视为对知识产权的直接侵略，这会对 AI 产业与创意产业的关系产生什么不可逆转的裂痕？科技伦理专家警告，如果 AI 公司继续无视版权法规，将引发一场旷日持久的法律战，最终可能导致全球范围内对 AI 生成内容的严格监管，甚至迫使某些 AI 服务完全退出创意领域。科技创新与艺术保护之间的对抗正在走向不可调和的临界点。5. 泽连斯基批准乌克兰安全局对俄罗斯战争采取不对称反应。据乌克兰 RBC 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8日在晚间讲话中透露，他听取了乌克兰安全局局长马柳克的汇报后，批准了该机构针对俄罗斯战争的一些不对称反应计划。泽连斯基特别提到安全局 A 中心特种作战部队在前线的战果，包括波克罗夫斯克方向等多个关键战区的作战表现。总统的表态充满神秘色彩，他没有透露具体行动细节，只强调这些将是我们对俄罗斯战争的不对称回应。就在10月3日，乌克兰安全局的远程无人机飞越1400公里边境线，精准打击了俄罗斯奥尔斯克炼油厂这一关键能源设施。此前还成功摧毁除瓦什共和国的金戈瓦托沃石油中转站。情报显示，乌克兰安全局、特种作战部队、国防情报总局和安全力量协同配合，已累计瘫痪俄罗斯约 20% 的炼油产能，直接导致俄境内燃料危机加剧，军事物流陷入混乱。这标志着乌克兰从被动防御全面转向主动出击的战略升级。这些不对称战术会对俄乌战争走向产生什么根本性改变？军事专家分析，乌克兰深入俄罗斯纵深的打击能力不断增强，正在迫使俄罗斯将大量防空资源从前线撤回后方，保护关键设施。这不仅削弱了俄军前线的空中优势，还可能引发俄罗斯国内对战争长期化的质疑。战场主动权的天平正在发生微妙倾斜。6. 以色列和加沙庆祝交换人质和囚犯的初步和平计划。据挪威广播公司报道，以色列政府10月9日凌晨正式批准与哈马斯达成的停火协议第一阶段，结束长达2年的血腥冲突。这一历史性时刻在以色列特拉维夫的人质广场和加沙地带中心同时引发欢呼庆祝。协议规定，哈马斯将在72小时内释放仍被扣押在加沙的48名以色列人质，其中20人被认为仍然在世，以色列则将释放相应数量的巴勒斯坦囚犯。这份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斡旋的和平计划要求哈马斯结束近18年对加沙的统治，由合格的巴勒斯坦人和国际专家组成过渡管理委员会，并成立由特朗普主持的国际和平委员会监督整个过程。联合国救援机构已做好准备，将向饥荒肆虐的加沙地带大规模输送救援物资。特朗普计划前往以色列和埃及出席和平协议签署仪式。他在10月5日曾向哈马斯发出最后通牒，威胁如不接受提议将面临地狱般的后果。从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袭击引发大规模以色列军事行动，到如今双方同意停火，这场造成数万人死亡的冲突终于迎来转机。这份停火协议能否真正带来中东地区持久和平？中东问题专家警告，虽然人质交换和停火是积极信号，
但协议的核心矛盾——哈马斯交出加沙控制权以及巴勒斯坦建国问题仍未根本解决。历史上以巴多次停火都以破裂告终，这次能否打破宿命，取决于国际社会能否提供持续监督和重建支持，以及双方是否真正放弃武力解决争端。7. 美国削减资金导致联合国维和部队规模缩减1/4。据荷兰通讯社报道，联合国高级官员10月8日证实，由于美国拖欠会费并大幅削减拨款，联合国将在未来几个月内裁减全球1/4的维和人员。联合国今年计划将维和预算削减约15%，部署在欧亚非11个冲突地区的5万多名维和军警中，预计有1.3万至1.4万人将被遣返回国。美国作为联合国最大出资国，不仅累计拖欠会费超过30亿美元，还将2025年维和拨款从10亿美元骤减至6、8亿美元，并要求这些资金只能用于美国特别关注的维和区域，如黎巴嫩和刚果金。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痛陈，依照国际法，成员国有义务缴纳会费，但美方的单边决定让联合国面临系统性运营风险。特朗普首次执政期间就批评联合国只是一个供人们聚会、聊天和玩乐的俱乐部，如今2次执政后更是彻底断供，自今年1月就任以来未支付任何资金。这场资金危机将重创联合国在南苏丹、马里、中非共和国等地的和平行动，数百万依赖维和保护的平民将陷入危险。这会对全球冲突地区的安全局势产生什么灾难性连锁反应？国际关系专家警告，维和部队的大规模撤离将在脆弱地区制造权力真空，极端组织和军阀势力将趁机崛起，本已平息的内战可能重新点燃，数十万难民将再次涌向欧洲。美国以美国优先为名削减多边责任，实际上是在引爆一颗全球不稳定的定时炸弹。8. 美国人赞成继续援助乌克兰并对俄罗斯实施制裁。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哈佛大学 Caps Harris 最新民调显示，近70%的美国人支持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并对俄罗斯加强制裁。这项在10月初对2400多名注册选民进行的调查发现，当被问及如果克里姆林宫拒绝谈判，特朗普政府是否应继续援助乌克兰并追加对俄制裁时，68%的受访者表示赞成，仅32%认为不应为此与俄罗斯闹翻。更令人意外的是，共和党选民对武器援助和制裁的支持率甚至比民主党选民高出1个百分点，打破了外界对共和党孤立主义的刻板印象。调查还显示，79%的美国人支持欧洲停止购买俄罗斯能源并转向美国，其中共和党支持率比民主党高出10个百分点。77%的受访者赞成对俄追加经济制裁，共和党支持率更是高出15个百分点。对比3月初特朗普第2任期开始时的民调，当时仅略过半数美国人支持军援乌克兰，共和党支持率更是显著偏低。如今民意的急剧转变显示，美国民众对俄罗斯的强硬态度正在两党间形成罕见共识。这种跨党派的民意转变会对特朗普的对俄政策产生什么制约作用？政治分析家指出，当近70%选民支持援乌制俄，特朗普即便想兑现竞选时24小时结束战争的承诺，也必须考虑民意压力，这可能迫使他在与普京谈判时采取比预期更强硬的立场，否则将面临中期选举的选民反扑。民意正在成为限制总统外交自由度的无形枷锁。9. 特朗普和肯尼迪宣传被揭穿的自闭症说法。据新西兰先驱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卫生部长小罗伯特·肯尼迪10月9日在内阁会议上再次宣扬自闭症与泰诺药物及割礼手术相关的言论，遭到科学界集体批驳。特朗普在会上反复警告不要服用泰诺，声称孕期使用这种止痛药是导致自闭症的非常重要因素。肯尼迪更进一步将自闭症与婴儿割礼联系起来，并错误描述了孕妇的解剖结构。自9月22日特朗普首次在白宫新闻发布会提出泰诺导致自闭症以来，这一说法引发轩然大波，强生公司股价应声暴跌。然而，波士顿大学自闭症研究中心主任海伦塔格弗卢斯伯格怒批总统言论让我感到作呕和危险。
自闭症科学基金会明确表示，现有数据不足以支持对乙酰氨基酚与自闭症之间的联系。美国妇产科医师学会指出，孕期适当使用泰诺是安全的，患者应咨询医生而非听信政客。自然杂志和 NPR 深度调查均证实，泰诺与自闭症的联系缺乏强有力科学证据。更讽刺的是，特朗普和肯尼迪还重复了早已被科学界彻底否定的疫苗导致自闭症阴谋论。这一谣言源自1998年英国医生安德鲁·维克菲尔德的造假研究，该研究已被撤稿，维克菲尔德也被吊销行医执照。当白宫成为伪科学的扩音器，这会对美国公共卫生体系造成什么深远破坏？公共卫生专家严重警告，总统和卫生部长传播未经证实的医学谣言，将导致孕妇拒绝必要的疼痛管理，家长拒绝给孩子接种疫苗，最终可能引发麻疹等可预防疾病的大规模爆发。当政治权威凌驾于科学证据之上，美国正在滑向一个信任崩塌、疾病肆虐的黑暗时代。欧洲对非欧盟旅客实行自动边境管制。据法国公益报报道，欧盟全新出入境系统 EES 于10月12日正式启动，将在包括法国、德国、葡萄牙在内的29个欧洲国家逐步实施，彻底改变非欧盟旅客的入境方式。这套数字化边境管理系统取代传统护照盖章制度，要求所有短期访客停留最多90天，在首次入境时录入面部照片和食指指纹等生物识别信息。系统将自动记录旅客的姓名、入境和离境的时间地点。英国公民、免签游客以及所有非欧盟国家旅客均被纳入管理范围。欧盟声称此举旨在打击非法移民，防范恐怖威胁，并实现有效边境管控。然而，这一系统在欧洲各大机场和陆地口岸引发混乱担忧。维也纳旅游局警告旅客需预留更多通关时间，因为生物识别数据采集将大幅延长入境流程。值得注意的是，这套系统将在未来6个月内分阶段覆盖所有入境点，初期可能出现技术故障和排队拥堵。对比传统护照盖章仅需几秒钟，新系统每人可能耗时数分钟，在旅游旺季可能造成严重延误。这种严格的生物识别边境管控会对欧洲旅游业和国际交流产生什么深远冲击？旅游行业专家警告，更复杂的入境程序将显著降低欧洲作为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特别是对转机旅客和商务访客。机场拥堵可能导致航班延误连锁反应，而大规模生物数据采集也引发隐私保护担忧。欧盟在强化边境安全的同时，可能正在筑起一道阻碍人员自由流动的数字高墙。美国允许英伟达向阿联酋出口数10亿美元芯片用于人工智能开发。据印度薄荷报报道，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10月8日正式向英伟达颁发出口许可证，批准其向阿联酋出售价值数10亿美元的 AI 芯片。这标志着特朗普政府 AI 外交战略取得重大突破。美国官员透露，这项批准是在阿联酋制定了在美国进行等额投资的具体计划后才获得的。商务部发言人强调，此举是为了落实今年5月美国与阿联酋达成的具有变革性的人工智能伙伴关系协议。根据该协议，阿联酋承诺在美国建设容量为5吉瓦的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园区，并每年从英伟达进口50万枚高性能 AI 芯片，总投资规模高达2000亿美元。消息公布后，英伟达股价10月9日盘中飙升近 3%， 最高触及每股 195.3 美元，续创历史新高，市值突破 4.7 万亿美元。这一交易形成了鲜明对比，美国一边严格限制 AI 芯片对华出口，导致英伟达2025年因对华管制损失55亿美元，一边却向中东盟友大开绿灯。阿联酋通过这笔交易不仅获得了尖端 AI 技术，更巩固了其作为中东 AI 枢纽的地位。这种选择性的芯片出口政策会对全球 AI 产业格局产生什么分裂性影响？科技政策分析师指出，美国正在将 AI 芯片武器化，通过胡萝卜加大棒策略构建以美国为中心的 AI 联盟体系。阿联酋模式可能成为其他国家的范本，只有承诺巨额回报投资，并在地缘政治上站队，才能获得先进芯片，这将加速全球 AI 技术的阵营化分裂。
中国等被排除在外的国家将加快自研芯片步伐，最终可能导致两套互不兼容的 AI 技术生态系统并存。12.OpenAI 为16个亚洲国家提供价格实惠的 ChatGPT Go 计划。据科技媒体 TechCrunch 报道，OpenAI 于10月9日宣布将其低价订阅服务 ChatGPT Go 扩展至亚洲16个新国家，包括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巴基斯坦、菲律宾等地。用户可使用本地货币支付每月不到5美元的订阅费用。ChatGPT 产品负责人尼克特利透露，这一扩张决策基于一个惊人发现，截至2025年5月，低收入国家的 AI 聊天机器人采用增长率是高收入国家的4倍以上。ChatGPT Go 提供比免费版更高的每日消息额度、图像生成和文件上传限制，内存容量也翻倍，能实现更个性化的对话响应。OpenAI 此举显然是为了在激烈的全球 AI 竞争中抢占新兴市场。CEO 山姆·奥特曼在2025年开发者大会上将 ChatGPT 定位为全方位 AI 平台，整合应用程序和合作伙伴关系。然而，这一激进扩张策略背后是严峻的财务现实。OpenAI 在2025年上半年亏损高达78亿美元。公司估值虽达5000亿美元，却仍在 AI 基础设施上烧钱如流水。低价订阅计划被视为实现可持续收入增长的关键一步，但能否扭转巨额亏损仍是未知数。在巨额亏损压力下推出低价计划， OpenAI 这场豪赌能否换来盈利的未来？ AI 产业观察家认为， OpenAI 正在效仿互联网平台先烧钱占市场，后提价变现的经典套路。亚洲新兴市场的海量用户数据将成为训练下一代 AI 模型的宝贵资源，但如果竞争对手推出免费或更便宜的替代品，这些价格敏感的用户可能瞬间流失。OpenAI 必须在规模扩张和盈利压力之间走钢丝，稍有不慎就可能陷入增长陷阱。13. 印度、俄罗斯、中国和巴基斯坦反对美国控制阿富汗巴格拉姆空军基地。据印度金融控制报道，中国、俄罗斯、巴基斯坦和伊朗4国外长9月25日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阿富汗问题非正式会议，发表联合声明，强烈反对美国重返巴格拉姆空军基地的企图。声明明确指出，必须尊重阿富汗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坚决反对那些对阿富汗当前局势负有责任的国家在阿富汗及该地区再建军事基地。这场外交风暴源于特朗普9月18日在英国契克斯别墅会晤英国首相时，突然宣布美方正试图收回巴格拉姆空军基地。他直言不讳地表示，这不是因为阿富汗，而是因为该基地距离中国制造核导弹的地方仅1小时航程。阿富汗政府当晚即断然拒绝，强调绝不接受外国在阿富汗哪怕1寸土地上的军事存在。9月20日，特朗普更在社交媒体发出赤裸威胁，如果阿富汗不交还基地，坏事将要发生。巴格拉姆基地位于喀布尔附近，2001年美军入侵阿富汗后，一度是美军最重要的作战和补给枢纽。2021年美军撤离时，将控制权交还阿富汗。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9月19日明确表态，阿富汗的前途命运应掌握在阿富汗人民手中，在地区渲染紧张，制造对抗不得人心。这场博弈凸显了中美在中亚地区的战略对峙。特朗普的1小时航程论暴露了美国以阿富汗为跳板遏制中国的真实意图。这场多国联合反对会对美国的中亚战略布局造成什么致命打击？地缘政治专家分析，当中俄巴伊4国罕见联手发声，标志着美国在中亚地区已陷入空前孤立。即使特朗普动用军事威胁，面对阿富汗拒绝和周边大国集体反对，重占基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这次外交惨败不仅削弱了美国在中亚的影响力，更向世界展示了单边主义的失败。美国试图在中国周边建立军事据点的野心正在被现实无情粉碎。14. 台湾优先发展反无人机训练和武器，以对抗中国入侵。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台湾国防部10月10日发布最新报告，宣布反无人机措施已成为对抗中国的最优先防御任务，正在大规模训练士兵击落无人机，并积极采购新型反无人机武器系统。
国防部发言人孙立方少将透露，台湾已制定针对中国无人机入侵的全套战略，从识别到击落，形成完整反应链。报告指出，台湾离岛因距离中国大陆更近，频繁遭遇中国无人机侵扰，而无人机已成为中国灰色地带战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灰色地带战术，是指停留在直接武装攻击边缘的持续骚扰行动。近年来，中国不仅频繁派遣海警船在台湾周边海域巡逻并登检台湾渔船，更常态化部署解放军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今年4月，中国突然发起环台军事演习，1天后才正式公告。国防部报告警告，中国大幅增强了联合战备巡航、海空封锁和联合火力打击能力，为建立台湾封锁圈做准备。为应对威胁，台湾离岛驻军已开展夜间射击训练，作为反无人机演练的一部分。台湾2月与美国签署7.61亿美元协议，采购无人机防御系统。然而，特朗普对台湾的态度与拜登政府截然不同。7月，台湾总统赖清德取消访美中转计划，被视为中国的外交胜利。特朗普还要求台湾将国防预算提升至 GDP 的 10%， 远超美国及其主要盟友的支出比例。国防部长顾立雄本周3重申承诺，将国防开支从目前 GDP 的 3% 提升至 5%。在特朗普施压和中国威胁双重夹击下，台湾的安全处境会变得多么脆弱。国际安全专家警告，当美国这个最大非正式盟友开始索要保护费，台湾不仅要应对中国日益频繁的军事压迫，还要承受盟友不确定性带来的外交孤立。这种两面受敌的困境可能迫使台湾在军事准备和经济负担之间艰难抉择。如果美国支持动摇，台湾面对中国灰色地带战术将更加孤立无援。15. 印度通过 ChatGPT 试行人工智能电子商务支付。据印度经济时报报道，印度国家支付公司 NCI 联合金融科技公司 Razorpay 与 OpenAI 于10月10日宣布启动突破性试点项目，允许用户直接在 ChatGPT 上完成电子商务购物支付。这是全球首个将 AI 聊天机器人与国家级支付系统深度整合的创新尝试。该试点项目基于印度自主研发的统一支付接口 UPI 网络，用户可在 ChatGPT 对话过程中无缝完成从商品咨询、下单到支付的全流程闭环。Axis 银行和 Airtel 支付银行担任此次试点的银行合作伙伴。塔塔集团旗下大型电商平台 BigBasket 成为首批参与商户。三方联合声明指出，试点旨在评估这一服务如何扩展到更多垂直领域，以及如何利用 UPI 为 AI 代理赋予支付权限，使其能够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代表用户自主完成交易。这一技术突破意味着 AI 不再只是被动的信息提供者，而是可以主动执行金融操作的智能代理。印度 UPI 系统以其及时转账、零手续费和普及率高而闻名。2024年处理交易量超过1310亿笔，总金额达2000万亿卢比。此次与 OpenAI 合作，标志着印度在 AI 商业化应用上抢占全球制高点，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参考模板。当 AI 获得支付权限，可带用户自主消费，这会带来什么前所未有的风险和机遇？金融科技专家指出， AI 代理支付虽然极大提升了购物便利性，但也开启了潘多拉魔盒。如果 AI 误解用户意图或被黑客操控，可能导致未经授权的大额消费，隐私泄露和资金安全成为核心隐患。监管框架必须尽快跟上技术创新步伐，否则便利性可能演变成灾难。印度这场试验的成败将决定全球 AI 金融化的未来走向。16. 俄罗斯招募古巴雇佣兵参与乌克兰战争，利用他们作为炮灰。据乌克兰观察家报道，乌克兰情报部门10月5日披露震撼消息，至少2万名古巴雇佣兵已被招募到俄罗斯军队参与乌克兰战争。美国国务院内部情报显示，继朝鲜之后，古巴成为第2个向俄罗斯派遣战斗人员的国家。约5000名古巴士兵已抵达乌克兰东部前线与俄军并肩作战。特朗普10月5日紧急动员美国外交官，游说反对联合国取消对古巴制裁的决议，理由正是古巴支援俄罗斯侵略战争。情报部门透露，俄罗斯为外籍雇佣兵提供的薪酬远高于古巴国内平均月薪数十倍。
对陷入经济困境的古巴人极具吸引力。然而，这些古巴战士的命运极其悲惨，他们往往被部署在最危险的前线阵地，充当俄军进攻的炮灰和消耗品。军事观察家指出，俄罗斯在战争中死伤惨重，2025年前9个月就有约9万士兵阵亡，为填补兵员缺口，不得不从古巴、尼泊尔、塔吉克斯坦等第三世界国家大量招募雇佣军。这些贫穷国家的年轻人被高薪诱惑，却不知道自己将在血肉磨坊中成为炮灰。古巴与俄罗斯有着深厚的冷战时期盟友关系，如今在美国长期制裁下经济崩溃，不得不通过出卖本国公民换取俄罗斯的经济援助。这种用金钱诱骗第三世界穷人送死的做法，会对国际人道法造成什么严重践踏？国际人权组织严厉谴责俄罗斯将贫困国家青年当作廉价炮灰的行为，是对人类尊严的极端侮辱。这些雇佣兵往往缺乏充分训练就被推上前线，死亡率远高于正规军，而其祖国政府为了经济利益默许甚至鼓励这种血汗交易。这场战争已不仅是领土争夺，更演变成对全球贫困人口的系统性剥削。如果国际社会不加干预，未来战争可能变成富国用金钱驱使穷国人互相残杀的地狱。17. 乌克兰袭击俄罗斯石油设施导致天然气短缺。据加拿大新报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5日在晚间讲话中宣布，乌克兰对俄罗斯石油设施持续打击已取得重大战果，严重损害了俄罗斯能源供应系统，导致俄罗斯国内出现燃料短缺危机。泽连斯基透露，这一信息来自乌克兰军队总司令亚历山大·瑟尔斯基的战况报告。他强调，俄罗斯被迫动用其一直为应急储备而囤积的柴油库存，显示能源供应链已经断裂。就在10月3日，乌克兰安全局的远程无人机飞行1400公里，成功打击了俄罗斯奥尔斯克炼油厂这一关键能源枢纽。此前，乌克兰还摧毁了楚瓦什共和国的金戈瓦托沃石油中转站。军事情报显示，乌克兰安全局、特种作战部队、国防情报总局和特种部队协同作战，已累计摧毁俄罗斯约20%的炼油产能。这场能源战的连锁反应正在俄罗斯国内发酵，汽油价格飙升，工业生产受阻，军事物流陷入混乱。俄罗斯原本依靠庞大的石油出口收入支撑战争机器，如今能源基础设施遭受重创，不仅削弱了战争能力，更动摇了国内经济根基。对比战争初期俄罗斯对乌克兰能源设施的狂轰滥炸，如今攻守易位，乌克兰将战火烧到俄罗斯腹地，展现了不对称战争的战略智慧。当俄罗斯这个能源大国自身陷入燃料短缺，这会对战争走向产生什么决定性影响？能源安全专家指出，俄罗斯军队是世界上最依赖燃料的战争机器之一，坦克、战机、导弹系统都需要海量石油供应。如果炼油能力继续下降，俄军的机动性和火力投射能力将显著削弱。更致命的是，燃料短缺会引发国内民众不满和经济衰退。普京可能面临既打不赢战争，又稳不住后方的双重危机。能源战正在成为扭转战局的关键变量。18. 乌克兰议会批准成立网络部队的法案。据乌克兰 RBC 报道，乌克兰最高拉达10月8日以255票赞成通过第12349号法案第一读，正式批准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组建网络部队。这标志着乌克兰军事力量结构迎来历史性变革。议员亚罗斯拉夫·热列兹尼亚克证实了投票结果。法案说明文件明确指出，网络部队将按照北约标准建立军事和技术组织架构，专门负责乌克兰的网络防御，在网络空间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国防部长丹尼斯·史米加尔强调，网络部队的首要任务是准备和实施国家网络防御军事行动，在网络空间或通过网络空间保护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受侵犯。值得关注的是，网络部队将实行独特的军民混编模式，可以招募平民加入部队，这些平民不获得军人身份，而是通过合同制方式执行任务，这为吸引顶尖黑客和网络安全专家提供了灵活途径。史米加尔透露，网络部队将与北约及其他伙伴开展军事合作，共同应对网络空间的威胁。全球超过40个国家已建立网络部队。
乌克兰此举顺应了全球加强网络防御的大趋势。乌克兰总司令亚历山大·瑟尔斯基此前表示，武装部队正在进行重组，以提高作战效率。这一决定反映了现代战争形态的根本转变，战场已从陆海空天扩展到第5维度的网络空间。在俄乌战争的网络战前线，乌克兰组建专业网络部队会对战争形态产生什么颠覆性改变？网络战专家分析，乌克兰建立网络部队不仅是防御性措施，更意味着获得了向俄罗斯关键基础设施发动网络攻击的合法化军事力量，可以瘫痪俄罗斯电网、通信系统、金融网络，甚至武器指挥系统。这种看不见的战场上的较量，可能比传统战争更具破坏力。而乌克兰借助西方技术支持和顶尖黑客资源，在网络战领域可能反而占据优势。战争的天平正在向掌握数字武器的一方倾斜。19，中国医生报告称，71岁男子接受猪肝移植后存活171天。据 CNN 报道，一位71岁中国男子于2024年5月在安徽某医疗机构接受了一次基因编辑猪肝移植，术后共存活171天，其中猪肝在体内持续发挥功能38天后被取出。该手术由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团队主导，使用一只11个月大的多基因改造猪肝作为辅助器官。术中患者肝功能一度改善，胆汁分泌正常，术后后期出现并发症，最终不幸去世。这样的突破标志着人猪一种器官移植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过去曾有猪心移植者如大卫·贝内特，术后仅存活2个月就去世，医界对此一直保持高度谨慎。这项手术引发热议，在人体器官捐献极度匮乏的背景下，一种器官是否真能成为救命后备选项，将对其伦理边界、免疫排斥风险与未来临床推广产生什么深远影响？专家认为，这次成功虽非完全治愈，但为猪肝作为桥载器官提供了重要临床数据，有助于未来优化免疫抑制方案，延长存活期。20，英国将向印度提供价值4.68亿美元的轻型导弹。据路透社报道，原来源 US News 转述，2025年10月9日，英国同意向印度供应价值约4.68亿美元，折合3.5亿英镑的轻型多用途导弹 Martlet 型号。协议于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访问孟买期间签署。该合同还将保障北爱尔兰一家 Silis 工厂约700个就业岗位。这笔交易旨在加强英印军事合作。合同中还包括未来在电动舰船推进系统上的联合研发安排。印度防务部指出，该导弹可部署于空中、海上与地面平台，增强印度陆海空3域防御能力。历史上，印度长期依赖俄罗斯武器进口，如今逐步向西方力量采购武器，此举被解读为其防务自主与外交重新定位的重要信号。这项交易将对印度的武器自主化战略有何冲击？英国对印度的防务承诺又会如何影响其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影响力？专家指出，这笔交易不仅强化英国防务产业的出口能力，也凸显印度在西方国家心目中的战略地位提升。21，挪威投资15亿克朗用于陆地无人机项目。据挪威危机报道，2025年10月9日，在奥斯陆举行的 Army Summit 上，挪威政府宣布未来10年将拨款15亿挪威克朗，约合1.5亿美元，用于陆地无人机项目的研发、测试与采购。军方总司令拉尔斯·勒维克在讲话中强调，经历乌克兰战争以来，无人系统在陆地战场的重要性愈发凸显。此投资将用于无人车队协同、侦察与攻击无人机及群体作战系统3大方向。此前，挪威已向乌克兰提供大量空中无人机，并参与国际无人机联盟。过去，挪威更侧重海上防御与空天力量建设，如今突然一意孤行，加大对地面无人平台的注资，标志其防务战略的转向。这次投入能否使挪威在未来无人战术体系中赢得先机？对北约内部力量配比与欧洲军事技术格局又将带来怎样的变局？国防研究所分析师认为，这笔预算虽然规模尚不巨大，但正值无人系统技术竞争关键期，是挪威抢占未来战场话语权的重要布局。22，意大利承认肥胖是一种慢性疾病。据意大利媒体报道，2025年5月7日，意大利众议院通过第741号法案，
正式将肥胖列为一种慢性、复发性、进行性疾病，并纳入国家卫生服务所覆盖的基本医疗服务例。法案规定，2025年预算拨款70万欧元，2026年80万欧元，2027年起每年120万欧元，用于全国肥胖预防、诊断和治疗。法案还强调减少体重污名化，推广公共健康教育，加大医生培训力度。此前，肥胖在大多数国家被视为生活方式问题、道德判断或自控力弱的表现。此次立法打破传统认知，不再是懒惰的标签，而是一种需要医学干预的慢性病。历史上，世界卫生组织和多个医学组织早已将肥胖列为公共卫生问题，但少有国家在法律层面承认其疾病属性。此次意大利首开先例，或带动其他国家跟进。这一步骤能否真正改变公众对肥胖的态度，也许将挑战那些一意孤行，把肥胖归咎于个人意志的旧思维。你认为这会对全球肥胖防控政策带来怎样的冲击？医学专家认为，这项法律有助于破除偏见，推动多学科综合干预，并为肥胖者争取更多医疗资源和尊严。23. 中国在特朗普与习近平可能举行会晤前加强稀土出口管制。据 CNBC 转述报道，2025年10月9日，中国商务部宣布即刻严格控制稀土元素及相关技术出口，尤其针对国防与半导体领域的项目需逐案审批。凡含有中国原料、有中国技术加工或用于军事用途的产品都要申请出口许可。此举正值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在近期举行会晤之际，被视为北京在外交和贸易谈判中的战略筹码。中国占全球稀土加工业极大比重，其稀土及磁体技术出口长期被视为对全球高科技产业链的关键影响点。从历史上看，中国早在2010年就曾以出口限制干预与日本的钓鱼岛争端，而在近年与美国的科技竞争中，稀土控制成为新的战略资源武器。此次升级管制被业内解读为格外孤立的姿态，在谈判桌前先握有更强话语权。这波管制会否加速全球稀土供应链去中国化？美国及其盟友会如何回应？专家指出，这强化了中国在关键资源上的战略地位，但也可能激发国际加速多元化布局的潮流。24. 特朗普政府放弃对仿制药征收关税。诺和诺德收购 Akero Therapeutics 以开发 MASH 疗法。据 Stat 报道，2025年10月9日，丹麦制药巨头诺和诺德宣布以约47亿美元的预付款收购美国生物公司 Akero Therapeutics， 获得其用于治疗肝脏疾病 MASH 代谢相关脂肪肝炎的新药 Efruxifermin。若该药在2031年6月前获得美国 FDA 批准， Akero 股东还有5亿美元额外激励。与此同时，在医药关税政策上，特朗普政府已决定放弃对仿制药 generic drugs 开征高额关税的计划，令原先针对药品进口的征税威胁部分缓解。此前有消息称，其中品牌药可能面临100%关税，而仿制药和原料药或被排除在外。美国长期以来仰赖仿制药以控制药价，若征税政策上头，可能引发民众药价飙升风波。诺和诺德的收购也被视为其强化肝脏代谢疾病赛道布局的一大动作。过去几年，跨国制药公司频繁通过兼并获得创新资产，此次交易是又一例战略并购。与之对照，特朗普政府在药品政策上的摇摆，也反映出在产业保护与公共健康之间的矛盾。这种布局能否改变肝病治疗格局？在仿制药关税政策反复中，患者又该如何仍能获得可负担药物？业界人士认为，诺和诺德的收购强化了其在代谢肝病领域的龙头地位，而政策放水背后也凸显政府在维持药价控制与产业竞争之间的权衡压力。25. 乌克兰远程 FPV 无人机威胁俄罗斯后方。据福布斯报道，2025年10月，乌克兰军方开始在前线后方部署远程固定翼 FPV 第一视角无人机，可深入敌后数十公里，直接打击俄罗斯后勤、弹药库和指挥设施。这些无人机体型小，隐蔽性强，还可配合通信中继与电子对抗系统展开链式打击。乌方称，他们已在25公里（约16英里）深度建立杀伤区，让俄罗斯后方几乎无处安全。
随着战术升级，以前俄军后方相对安全，如今变得格外孤立。乌克兰无人机网络正迅速从前线延伸至战略纵深。历史上战争中，后方补给线曾是兵家必争点，如今却成了空天打击的新靶区。这样的无人机战法将对传统战役思维带来怎样冲击？它会彻底颠覆后方安全区的定义吗？军事专家指出，这标志无人化、分布式打击正在成为现代战争的关键趋势。26，英特尔在亚利桑那州开始生产先进芯片，以振兴美国芯片制造业。据《金融时报》报道，2025年10月，英特尔在亚利桑那州钱德勒新建的 Fab 52晶圆厂已投入大规模生产，采用其最新的 18A 制程，相当于美国看来最前沿技术。公司表示，首批 Panther Lake 客户级芯片将于年底出货，2026年初大规模上市，目标性能提升约 50%。此举旨在减缓美国对外国芯片代工的依赖，重塑国内制造能力。在芯片去全球化时代，英特尔试图抢回失去的领地。过去几十年，美国芯片制造中心逐渐转向台湾与韩国。如今，英特尔逆势回归本土，是一次自我救赎式的产业翻盘。如果这条路成功，美国能否重夺全球芯片供应链的主导地位？其他国家又会如何反应？产业分析师认为，这不仅是企业之战，更是国家战略赌注。若良率、成本和客户能支撑，它可能扭转全球技术版图的力量对比。27，葡萄牙总统希望中东和平计划取得成功。据 Notícias ao Minuto 报道，2025年9月，葡萄牙总统马塞洛·雷贝洛·德索萨在联合国大会讲话中呼吁立即停火、释放人质，并推动巴以两国方案重启谈判。他强调，我们不能对加沙局势保持冷漠，并希望所有中东和平倡议能具备政治、经济、社会整合的可持续性。葡萄牙此前于2025年9月宣布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希望国际社会加大调解力度。过去，葡萄牙在中东外交中历来较为低调，此次带着更多声音进场，是一次从外交边缘到积极倡议者的角色跃迁。这种姿态能否提升葡萄牙在国际和平倡议中的话语权？又能否推动长期冲突的缓和？外交学者指出，虽然葡萄牙国力有限，但在道义与倡议层面若能形成共鸣，可能成为和平桥梁的小国典范。28，天文学家首次捕捉到两个黑洞相互绕行的图像。据 Live Science 报道，2025年10月，天文学家首次拍到两个超大质量黑洞互相绕行的图像。这对黑洞靠射出强喷流与周围发光气体被映出轨迹，从而确认它们在轨道运动中。研究团队指出，这两黑洞本身是无光的，但它们发出的喷流与周边发光气体成为识别标识。首次作者 Maury Valtonen 表示，我们能够区分出两颗黑洞的喷流结构，它们却是在互绕而行。过去，天文学家通过引力波探测到黑洞合并，却无法直观看到轨道运动。历史上，人们曾怀疑像 OJ287 这样的 EGG 系统里可能就是两黑洞绕行，但始终缺乏图像证据。这张图像意味着，我们可能进入黑洞双体可视时代，传统靠信号波形、模型推断的时代，正在被影像证据所补全。这样的可视轨迹会不会改变我们理解黑洞合并前的动力学机制？天体物理学家认为，这项突破有望让我们直接观测黑洞双体系统的轨道衰减、合并前诱发机制，以及物质吸积过程的复杂演化轨迹。29，国际刑事法院要求塔吉克斯坦逮捕弗拉基米尔·普京。据 ICC 官方通报，国际刑事法院2023年3月17日，该法院已对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发出逮捕令，原因是其涉嫌在俄乌冲突中违反国际人道法、非法强制转移儿童等罪行。如今，普京访问塔吉克斯坦时，作为 ICC 成员国的塔吉克被要求依法逮捕普京并协助引渡。历史上很多国家签署罗马规约成为 ICC 成员，就应承担逮捕通缉令执行义务。普京却多次访问某些签署国并未被捕，比如蒙古、塔吉克等国。面对这样的国际法律要求与国家主权利益冲突，一些国家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通缉权威与现实外交利益产生尖锐张力。塔吉克若拒绝逮捕，
将对其国际法律信誉造成怎样损害，亦或加剧对 ICC 执法机制效力的质疑。法学专家指出，这种状况暴露了国际刑事司法在无强制执行权时的结构性弱点，也显示出国家间在法理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博弈。OpenAI 的 Sora 应用在北美的下载量已达100万次。据 The Verge 报道， OpenAI 在2025年9月底发布其 AI 视频生成应用 Sora 后，不到5天，其 iOS 版下载量便突破100万次，打破 ChatGPT 同期表现记录。Sora 允许用户通过文字提示生成短视频，并具备将自己或他人嵌入场景 Cameo 功能。其官方负责人 Bill Peebles 在社交平台上表示，这个速度超出预期。这一成绩出现在仅限美国、加拿大地区，且需邀请码才能使用的情况下。历史上 ，AI 内容工具从文字、图像迈向视频一直被视为下一个关键战场，而 Sora 的爆炸式启动似乎印证了这一趋势。这个高速增长会不会预示着短视频生成 AI 即将成为主流工具？它会如何冲击娱乐、广告、影视产业？科技评论人士指出，Sora 的成功在于抓住了视觉优先的用户偏好和病毒式传播效应，但背后也伴随着版权争议、内容监管与虚假生成风险的考验。新闻日日更，世界在手中。今天的时事快线就到这里啦，有想法的朋友，我们评论区聊聊，明天见。